这是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的副研究员。那他的研究长期是在关心气候的长时间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类，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对未来气候的预测。那当然就是透过这一段时间跟许多的关心气候的老师们的聊天，也逐渐了解到说许多在不同的方面领域上面的专家，比如说碳专家，然后今天我们有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的是那个热的专家。那近年来李老师的那个研究也有在探讨，就是当气温升高之后，对于都市产生的压力以及这些各种的改变，以及究竟这些气候的数据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跟预测未来的转变。那我就把时间留给李老师。那我们今天演讲的时间大概会是40到45分，就是不会太长。那希望留一些时间给大家能够有提问、讨论或者是交流的机会。那大致上就先这样，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好，谢谢彭老师的介绍。其实我也是用这样的心情在准备这一次的那个材料，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题目其实题目就是很 general， 然后因为你们好像你们要做那个English recording， 所以其实我的 slide 其实是以英语准备的，但是如果中间呢，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明显的跨领域问题，所以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请中间提出来。对，那其实就像我题目讲的，就是我想要讲一讲，就是说现在在那个如果说大家的工作上想要应用气候资料的话，到底有哪些气候资料是可以用的？然后有一些它目前有一些已经在使用的 implication 是哪些？那当然我也会那个置入性行销的输入一些我觉得我希望可以用的。然后另外因为大家都是人工智慧的高手们，所以我希望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目前会交换一下目前在那个气象这个领域上，因为就 Google 也 train 了很多新的那个 forecasting model， 就是这些在我们领域上它是怎么被 received 的，跟我们的 reflection 是什么。然后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可以做什么。那其实我好像在 title 讲太多，我是李时宇，然后我在中文院环境中心。那这个大概是今天我就是想要讲的东西，因为我其实有看这个就是这个计划的那个目标，它也算是那个净零减碳，就是可能是2050那个 National Net Zero 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边它不直接的贡献到减排，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何因应那个就是气候调适，它其实应该也是减排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第一个部分呢，我会先讲一下 generally 的讲一下气候资料。那气候资料我把它分成3个部分，就是大家最直觉的气候观测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工作最多的是那个就是气候模式，然后气候模式它的概念是什么，然后它现在它的演进，然后跟它的限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再分析资料。其实最近几年我在跟那个社会学者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所工作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大量的使用了，就其实我们主要的使用的就是这个 reanalysis data， 就是所谓的再分析或是重分析资料。那介绍完那个气候以后，因为我自己是做气候工作的，所以不管大家想不想听，我都很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气候变迁在台湾在过去100年是什么状况。这边我会快快的带过。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从 AI 出现以后，在气象气候研究上领域上受到的冲击，然后跟我们就是在我自己身处的 community 里面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沟通。然后后面就是我所谓的置入性行销，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很想要有 AI 的人进来做，当然其实我不知道 AI 怎么做，所以我把它提出来，然后希望有点抛砖引玉的效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讲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一定是需要气候资料。然后在我的概念里面呢，其实气候资料大致上，它就从这个最底层的，就是最内圈的，它一定是从观测、从 observation 的 monitoring 开始。
然后这些其实大家很直觉的想，就是类似像现在叫气象署，他们的所有的固定观测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当然有很多探空啊，还有很多不同的，但是这些所有的 observation， 它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 foundation， 然后才能够把我们对气候的理解扩大到这个另外一个 level， 就是所谓的从 observation 跟 monitoring， 然后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气候系统里面的特征，然后所以我们才可以对就是气候现象或是天气现象进行研究。那因为经过研究以后，我们可以理解到它的一些 operational 的 rule，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model implementation， 所以把它就是在一个就是我们说在可能也是像虚拟的世界里面创造一个地球系统或者是气候系统，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进行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系统进行 model。那为什么要做 model 的原因，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类似像近邻面对的原因，或是像气候变迁面对的是，我们做了 model 以后，我们才可以用 historical 的 data， 不管是去做 constraint 也好，然后才可以最后往上去 project， 因为我们都需要做impact assessment。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从需要这个就是那种非常fundamental 的 observation， 然后到 model， 因为往上我们可以做 future projection， 我们可以做impact assessment， 然后这些所有的气候资讯其实都是为了要做把这个 information 做 delivery， 然后跟decision making。 这个 decision making 是让我觉得是从当然很大的是从那个COP 这种 IPCC 跨政府的，然后到每一个政府，甚至到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今天的空污一样，其实那个气候或是天气现象，事实上跟每一个人都相关。刚好卷的方向 OK。所以呢，从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 climate data， 那 climate data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最 fundamental 那个核心，其实就是 observation。那 observation 大致上有分的，大概就是就是属于我放一个站，就是固定测站，或者是我有一个 tool， 我可以是放气球，可以是放卫星，然后所以我这边把它分类成大致上是ground based 跟 non ground based。那我这边的举例大概就是就是卫星。那 ground base 的大概就是像这个是我自己在去年的雪季结束的时候拍的玉山气象站，所以是每个气象站，那每个气象站它就会有它的那个标准设施包含就是像那个刚这边看到那个小房子，这个百叶箱它要架多高，然后它里面可能需要basic 要放什么东西，气温、气压、湿度，然后跟风速、风向，这些都是 basic 的。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些测站资料，所以我们才有很多资料去进行后面的模式，甚至 reanalysis 的研究。然后，另外下图就是比较广泛的，就是像卫星看到的世界，所以卫星可以帮我们看到这个固定测站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对，例如就是比较大尺度的。OK。然后呢，刚刚那个就是说有了气候资料做奠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气候系统进行了解，那就进入到这个 model 的部分。所以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气候模式它的 concept 是怎么样的。那气候模式它的 concept 其实就是像这3张图，它本来是动画，但是因为 PDF 以后就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先从最左边开始。它其实就是把一个整个地球系统呢分成像就是把它分成就是把它变成一个3D structure 的 grid 的概念，然后它里面它会去解的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地表最就是 primary 的 energy source 其实就是太阳，然后我们会去解它的所谓的辐射，就是长波、短波，然后当它进入大气以后，我就会看里面是不是有云。然后呢，这个短波在一直下去的时候，我有没有碰到云？然后会不会进行一些 scatter？ 就是这些都有被考虑。然后或者是进到地面以后，我看到的是像刚刚前面那张图，我看到的是颜色很深的海洋，那我就能量就穿进去了。或者说我看到的是陆地上的沙漠、森林，或者是我看到的是崎岖的海滨。
所以它会去解这里的所谓的大气系统，就是整个这个 column 里面，然后跟海洋的系统、陆地的系统，那个在里面呢，它就会考虑辐射，然后像今天空污的这种 aerosol， 然后会考虑整个就是能量收支平衡的过程，然后最后去再用这些网格之间，因为它就是 grid to grid 的 energy， 就是 energy transport， 然后它会去 drive 大气跟海洋它的环流，然后所以呢，物理模式基本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 follow 质量、能量、动量的守恒，然后去模拟出在很多 IPCC model 里面得到的这些资料，然后模式会把它算出来的这个资料，然后全部 output，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 output 去弥补，有一点像是了解在没有测站的地方它可能的天气现象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气候模式去了解大尺度，就像季风，现在的东北季风这种大规模的风速风向的变化，它可能会受到什么样子的物理机制去驱动，或者是它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像很有名的就是现在的全球暖化里面呢，最 classical 的实验，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物理模式里面，我们再把所谓的 control， 就是有被observational data constraint 的 model 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辐射传递过程，我就直接说我要2倍的 CO2， 我要4倍的 CO2，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未来的温度 projection。那当然，这个气候模式里面也可以加入很多 component， 这个在下一张slide 我们会来说明。那另外一个，其实对于现在气候模式来说，或是对于应用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所谓的空间解析度的演变。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解析度有分时空，那时间的单位其实就是 time step， 在不同的 component model 里面，它 time step 不同。那但是在空间上呢，真的就是在过去的数十年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就可以用这张图看出来。它这个所谓的AR 就是 IPCC 的 assessment report。那第一个 assessment report 其实出 IPCC report 就是过去20年的事情，就是从那个80年代京都协议开始。那这个在 first assessment report 的时候呢，整个欧洲看起来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网格解析度非常的粗，大概就是一个网格500公里，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就环流看得见就已经哈哈哈很棒很棒。那到了第二份的 assessment report 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就是网格解析就很快的就减半了，然后一直到第3个third report。然后更小，然后到第四版的 IPCC report 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就是空间网格全球模式的空间网格就已经缩到大概100公里左右。那目前 operational practically 的全球模式的空间解析度绝大部分依然还是在100公里左右，但是当然有一些是例外。所以这边看这个。就前面是欧洲，但是呢，我们看未来的话，就是同样的早期的模式，看整个美国，这个旁边是 Rockies， 就是这样补，然后所有的山看起来都像馒头山，就是它没有办法解析很好的，因为它的这个空间解析的原因，所以它没有办法看到很明显的山。但是其实所有做气候的人都理解，这是 unrealistic， 因为山的解析对于温度、对于降水这些很 fundamental 的 output parameter， 其实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呢，随着它的演进，看到就是2000年初期，大概就比较看得到 Rockies 了。现在绝大部分的模式，就是这个100公里解析度的模式，大概是看到就是像这个样子。那但是区域上，我们说为了要做 impact assessment。就是为了要做这些 decision making 的progress，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个降尺度，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降尺度到您看到的左边的图的左下的这个 regional model， 大概是25公里。
在25公里解析的状况下看美国看 Rockies 大概就会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更加的就是更实际一些。那有时候基于某些需求，我们会把25公里再往下降尺度，像如果说我们把25公里降成10公里，那看到的Rockies 就蛮漂亮的。那我等一下我会讲，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把其实不是我是灾防中心，他们就有把全球尺度的工作，然后在台湾地区是降尺度降到5到10公里。这个就如果各位有需要应用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蛮好的资料。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模式的就是概念，然后解析，然后另外就是所谓的模式的 components。那一般我们在听模式、气候模式，其实气候模式有非常多不同的。那在右图列出来，这个大致上走的是所谓的地球系统模式的路线，意思就是说，它从早期开始发展，80年代开始的时候，那个诺贝尔奖颁的那个 Suki Monabi 跟那个就是跟那个 Causes， 他们就是在80年代一开始的时候就投入了气候模式的研发工作。那个时候的研发当然最早是从大气模式开始，然后因为大气，所以贴着那个下边界就是陆地模式，然后开始加进海洋，所以这个路线的所谓的地球Earth System Model， 它其实就是希望随着越来越进步，然后把各个不同的气候的 component 都加进这个模式里面，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球系统模式。那所以你会看到在这张图里面，Ocean 慢慢加进去以后，然后开始就会有像气胶，像今天这个悬浮微粒这种气胶的方式加进来，然后呢后面就还会加进所谓的 carbon cycle 的 module， 就是这个 module 不停的向上加。但是另外一种路线呢，就是所谓的就是 intermediate complexity， 他们就会试着他想要去探讨的这个就是 depends on question， 他们会留下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的 components 呢比较限缩。但它这个好处当然就是它 computationally 它就 much lighter， 但是大致上就是不同的模式，其实所谓的模式不同，其实就是不外乎是它 construction 的 physics 不同，然后或者是它的 resolution 不同，然后或者是它的 complexity 不同。好，那后面就是说，但是呢，这个我们 construct 的气候模式以后呢，然后就会产生出一些资料同化以后的 product， 那就是所谓的climate reanalysis data。实际上我觉得 reanalysis data 非常非常的valuable， 因为它是基于我们对气候系统的认识下建构的这些气候模式。所以呢，在您的右手边看到的就是说，它是这个标题是那个欧洲气象中心的模式，也就是现在做中期预报来说，全世界公认大概是最好的模式之一，就是用这些climate research 的结果得出的这个模式，但是呢，它是 constrained by observational system， 然后主要就是风速、风向，然后气温、气压这些资料，然后它的概念是我用 constraint 的资料去 drive model， 然后所以它可以产生model like 的网格式的资料，所以它可以补强或是补足所有没有真实的测站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在 known 的测站的地方，它是 drive by observational data， 所以它可以视为大概是那种 observational 的ground truth， 然后跟 modeling 的我们所谓的 fake world 中间的就是 intermediate 的状态。但是的确我们在用过去 historical 的 observational data， 就是 historical 的 observational data 去 drive model 的时候产生的这个资料同化，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暖化的趋势。那但是也是借由这个 reanalysis，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不可能有测站的地方，例如说大海的正中央，或者是一些很荒凉的沙漠高山，
我们可以借由这种方式去补足这个global coverage 的 data set。所以这个大概是 yes 有。所以早安，我好奇想问一下，就是在 model 根据就是弄有 observation 站的资料嘛，然后去推估没有 observation 站的资料大概会长怎么样？那它那个推估的演算法的设计的基础是什么？它其实是谢谢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说您的第一个问题大概是说它的差异是多少？我不是问差异，我是在问说做推估的这个算的这个方式是根据什么来算？是纯粹就是像你很前面有讲说，就是可能是一些物理机制或什么的，还是说就等于是说我想要了解一下那个推估的演算法，这个其实好，谢谢您。这个问题呢，我当然theoretically 是由做资料同化的人来回答最好，但是我只知道个皮毛。这个皮毛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他们从 observational 的系统以后，他们会经过某种程度的 filtering。那ECMWF 的 filter 方式我其实比较不知道，我比较清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系列，他们就会因为资料的站位很多，然后每一个站位它的 weighting 也不同，然后就是他们会去 consider 你的 data quality， 然后 data length， 然后跟 data liability， 然后经过一个我知道他们用的是 common filter， 但是 exactly how 我其实不清楚。然后做完 filter 以后，他们会做完 filter 跟 weighting 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资料呢放到在模式系列里面的相对应的 location， 所以模式就会知道说从 A 到 B 例如说它的气温气压的梯度是多少，然后再从模式本身自己的物理架构去 drive。希望有比较清楚，但是 OK，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全球模式，然后到如何用全球模式做全球的就是所谓的再分析。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资料经常听到的就要做降尺度。那降尺度的方式呢就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动力降尺度，然后一种是统计降尺度。那这边我秀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力降尺度的方式。动力降尺度的方式其实也是模式，只是呢它是区域模式，它就是把一个全球模式的资料，然后这边就大家可以看到，的确其实 Drive 那个reanalysis model 的也是很类似，它会把全球模式的资料 pass 给所谓的 regional model， 然后它 pass 的资料其实就是为了决定这些温度压力的梯度的 UBTQP， 然后呢它就会把它的就是从全球模式拿资料，然后变成它的 它的空间上的 boundary condition， 然后再从它的 outer domain 然后 feed 到就是 regional model 里面的 inner domain。 那我们感兴趣的通常是 inner domain 的在里面一层，所以它就是分3层去做 buffer， 然后所以在 regional model 里面它的外边界资料是需要由是需要由全球资料去提供。所以呢在这种动力降尺度里面，它其实就是也是用模式的方式，所以它还是 follow这些质量动量等等的守恒，然后他拿 global model take it as an input for regional model 之后，他还是 run by physical rule。那最后我们才可以借由这个叫做降尺度的方式得到更高解析度的资料。例如说在那个灾防中心，他们就有利用欧洲的 ECMWF 的模式，然后用那个区域模式的方式把台湾地区做到5公里的降尺度，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用动力降尺度的方式得到的降尺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 computationally 比较 light 的，就是用统计的方式，就是他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个比较 large scale 的 predictor 中间，然后去寻找这个 equation 这个的相关。所以这个 equation 里面它可能已经 include 了很多的 local feedback，
然后最后拿这个去做更细的那个predictor 的资料，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从统计关系的方式，然后去做 prediction。但是呢，统计相尺度的方式，因为它比较 lightweight， 然后所以相对来说，在空间解析上的选择也就会更多。所以同样的灾防中心，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从10公里、5公里到1公里，好像都有那个统计降尺度的产品。所以呢，统计降尺度一般来说它就是寻找一个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从大尺度到你的目标尺度之间，然后一旦中间这个downscaling equation 或是 model being established， 然后就可以往下去做预测。但是呢，它需要的就是上层的这个 predictor 的资料。好，所以大概就是我想要讲的气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data 里面大概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大概是从我的领域里面给大家的一点介绍。那所以如果说以 climate data 来说，我刚刚就是把它summarize 一下，就是它有分成observational data， 然后可能是 station data， 或者是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我取的是 satellite。然后我在这边提供给他，就是说他的资料类型，然后跟他大致上可能的解析是怎么样，跟目前也许是因为轨道或是很多原因，目前我觉得在台湾地区比较常用的。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测站资料，测站资料最常用的其实就是中央就是气象署的资料，然后或者是在全球的状况下，有特定的城市，有时候那个世界银行的资料库里面大概也会有。那所以 station 来讲，它当然 data type 就是一个 single point， 然后它的 resolution 真的就是 depends on 它多久报一次。例如说气象局的其实即时的大概有到15分钟 update 的，但是这个可能要自己去捞。那跟气象署就是 inquiry 的资料，或是甚至是购买的资料，大概可以有时候可以高到1小时的解析度。然后另外一种就是bird eye 的这个 satellite 的资料。satellite 的资料就是看看它是一个单点，或者是说它有经过 satellite 的这个就是繁衍过程，它也可以变成是网格资料。那一般来说，看这个 depends on satellite 的 instrument 跟它的轨道，它大概可以提供空间上大概可以到蛮几米，然后到1公里的资料，或者是当然有一些像有一些做那个地表的，甚至也是几10公里到接近Grace 早期的可能可以到100公里，对，就是它的空间解析度比较就是比较分歧。那它可以提供的这个 time resolution 基本上就要看这颗卫星多久看到台湾一次，就是如果是或是你的 target 一次，那这个 depends on passes 或者是像福卫系列的话，就会有同步卫星的资料。那在台湾最常见的系列，事实上就是那个太遥中心，他们有一系列的福卫资料。然后另外就是台湾跟日本合作的这个向日葵卫星 Himawari 的资料，其实也目前使用也蛮多的。然后主要的使用就是例如说辐射的资料，辐射对，可能辐射资料是最多的。然后另外如果大家的工作是在 global scale 上的话呢，很多资料事实上都是 NASA 的，是 NASA 或是 JPL 的网站上会有。然后主要是如果要做降雨的话，可以用 TRMM， 然后做地下水或是重力的话可以用 GRACE， 然后看那个地表现象的话就是看用MODIS 或是 Terra， 这就不同的 instrument。然后下一种资料大概就是模式，那模式它当然就是网格资料，它的解析度我们刚刚有看就是看是全球模式或是区域模式不一样。那时间尺度其实就是看它的输出，它有些资料可以每小时输出，有些资料可能一天甚至是1个月才输出。那主要最受欢迎的可能其实因为模式它有 historical 的演进，所以它现在目前大家最常用的就是最后一版的 IPCC model 做的，就是 CIMIC 6里面，它大概全部有100个模式，但是其中大概只有一半比较常用。然后
但是呢，它里面其实有几个主要的100个模式这么多，但是其实里面主要它有所谓的 model tree， 就是很多模式是从某几个大模式里面发展出来的，这个就是它的 model tree。所以整体上说起来model tree 只有3大个，一个就是美国系列的2个 CSM、GFDL， 然后跟欧洲系列的那个 Hadley Center 的 Global System Model， 然后另外2个是自己独树一格的，就是德国的 MPI Model 跟日本的 MyRock， 但是就是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现在的 CMIS6 的 model。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用资料去 drive model 的，然后提供global coverage 的 reanalysis。 那 reanalysis 现在最强的当然就是 ECNWF， 他们下了血本，最常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解析度很高，它可以到 quarter degree， 就大概是20到25公里左右，然后它甚至提供小时级的资料，所以 ERA5 是目前最常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NCEP， 这个是美国系统的。然后 JRA它就是提供号称这边列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JRA 是日本的 reanalysis， 他们在亚洲地区的表现会比较好，然后所以这边大概是几个重要的 reanalysis product。 但是这些 reanalysis product 因为这个资料其实后面我会提供给彭老师，下面这个 link 里面其实就有一些他们之间的 know-how 跟 differences， 大概可以在那个 link 里面找到。 OK， 所以呢后面我想要从跟那个跨领域的对谈里面，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些这个做气候的人的一些 special language， 然后跟其实它被解读了被解译了以后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就是所谓的模式。就是模式呢，我们在讲模式的时候，就是模式跟模式之间可不可比性，其实 not exactly，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的就是 CMIS6 有100个模式，它虽然有所谓的 model tree， 可是每一个模式自己都更改过。当然我可以比较 A 模式跟 B 模式它的表现，然后跟它的特征，但是 A 模式跟 B 模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模式概念，就会发现它们的物理可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 core physics 可能一样，可是在整个那个 component 的 primarization 的过程里面，他们各个模式之间都不同。所以就是如果精细上来说 model comparison 如果比了 A 模式跟 B 模式，其实就是苹果比橘子。然后所以这是模式之间的不同模式之间，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也有 components， 跟我们讲刚刚那个很多component 的演进，然后跟 complexity 的不同，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模式比模式 right， 就是我们是 evaluate 他们的 skill， 他们就是做的好不好。但是呢不同，如果说这个模式是Earth System Model 跟 Earth System Model 比，但一般来说不会拿 Earth System Model 跟不同的 complexity 的 model 去比，其实就是原因就是他们的 model physics 跟 primarization 就是大不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模式的版本，模式的版本就更悬了。这模式版本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在每一个模式里面，就是有点像韧体更新，就是它虽然都叫同个名字，例如说台湾也有，就是我的单位也开发出一个所谓的台湾的Earth System Model TiESM， 可是 TiESM1 跟 TiESM2 这个就是所谓的 Model Version， 它其实就相当的不同。所以 TiESM1 跟 TiESM2 甚至可以专门出一篇 paper 说我要比他们之间不同在哪里，为什么不同。所以不同的模式版本之间比较事实上也需要有一点 cautious。 然后另外就是模式有不同的话，那些去 drive 的 reanalysis 当然也就不同，所以 reanalysis 通常它一定会 mark， 或者是说在引用的时候必须要 mark 你使用的data version 是哪一版。所以这其实也就是由 drive 的那个模式的不同而来的，或者是说它放进去的 constraint data 也会不同。所以模式有 version， data 也有 version。 然后另外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 freeze， 同个 component 同一个 model 可能都叫做 CSM1 或是呢，然后后面有 1.1， 但是呢后面还会有一些那种小字，
它其实就是说，因为模式里面随着那个 model developing， 他们会加进很多的模式物理。那这个模式物理在要去做intermodel comparison 之前，它会有一个最后一个 version， 就是说我把它固定，我从此不再变了。我之后我不会再往里面加新的物理过程，这个就叫做 freeze version。那freeze version 就是拿去做大规模比较的，但是呢后面那些小字就是不是 freeze version， 表示我可能基于一个新的模式，但是我自己有 model developing 的能力，然后我有我的study target， 我可能会在中间进行一些微小的更动，这个就不是 freeze version。 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的 user 都用的其实通通都是 freeze version。这边这个 model language 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说，在面对不同的资料的时候，在互相做比较的时候，他们可能的不同是在哪里。 OK，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不管大家想不想知道，我都很想告诉大家那个就是台湾过去气候变迁的状况。那其实这个就是在2021年那个 IPCC 的第6版的 Assessment Report 出来的时候，我们相对应的就是国家也会出一个就是台湾版的气候报告，然后这个大概是 summary 的重点。所以我其实这边的 slide 我是完全照那个 TCCIP 的，因为我希望留给大家 credit， 然后参加的单位事实上非常的多，也不止我的单位，还有那个时候的叫气象局的单位，然后现在又气象署，然后师范大学跟灾访中心。所以大致上很快的说，就是我们从很多就是因为台湾地区有相当多有一些测站基本上已经有累积到100年的历史，所以就叫那些100年测站。那我们从100年测站里面呢统计出来的观测资料，就是做观测资料的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从有资料的1911年开始到，因为 report 是2021年，所以到2020年为止它整个的上升趋势，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趋势都分为短中长期，所以呢就是短中长期就会有不同的趋势。那所以在台湾地区各个测站虽然有可能不同，但是大致上它的上升已经有 1.6 度这么多了，所以其实这个 1.6 度就已经超过那个 1.5 度的那个就是那个 cap。然后而且呢因为我们把趋势分成短中长期以后呢，就会发现就是短期的 slope 事实上是很高的，就是100年的话是0点，就是100年的话是这个 slope， 然后如果是30年短期的话就是 slope 越来越陡，所以暖化是不争的事实。好，暖化是确定有的，但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实上就是降雨。那降雨的资料其实就比较不像温度那么的 robust， 所以呢年降雨量它增加或是减少的趋势事实上是不显著的。所以就是说总降雨量虽然没有太显著的趋势，但是呢暴雨量却是增加的。就是暴雨的话呢在长时间来说它的那个 slope 是正的，但是以30年来说暴雨却是减少的。那我想这个中间它的 information 应该就是说雨量它不像温度那么的 robust， 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variability 变大，所以的确在雨量上就是大雨或是就是极端的部分它可能会有趋势，但而且趋势不 entirely 会是一样。那同样的就是在那个不降雨日数上也有相同的趋势，就是不降雨日数整体上来说，如果100年资料说起来的话是增加，但是30年是下降，是严老师？对，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说那个降雨量不像温度这样的 robust， 这里的 robust 你是根据什么来评估的？就是它其实很多趋势它都没有过统计检定。统计检定在这边检定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性质？这个就是说这一版的 report 它应该就是就是用最简单的那个就是那个取了standard deviation 以后，然后有信赖区间。
好，所以就其实是诉诸统计检定的一些工具有没有过这个 mark？ 对，有没有过它的门槛 ？OK， 好，谢谢。对，但是就是说雨量增加来说，但是因为雨量就是它的，就你可以看到，就是以左边来说，因为左边它大概就是每一年的就是 departure from mean 的那个巨频，那它其实正正负负就很多，所以它也很难求出一个趋势。如果说那个您刚刚的问题，如果说单以这个图来说，其实它没有趋势的意思，就是说它截距是平的。但是在更详细的统计里面，其实有些地方我取时间段可能是有趋势的，但是这个趋势就是诉诸统计的方式以后，它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但是如果是温度的话，那倒是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几乎没有哪一个网格做不出那个上升趋势的。好，所以就是那个温度跟降水的部分，然后另外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未来的部分。那未来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 follow 那个，就是在 TCCIP 他们也是 follow。就是国际上怎么做 AR6 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那个SSP 情境。那 SSP 情境它就是从早期的那个 RCP 情境，然后转到 SSP 情境以后，然后大致上那时候我们做了4个不同的情境。就是的这个126的这个情境，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为了要达成那个1.5度 C 或是2度 C， 就是乐观情境。然后585的那个情境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的情境，就是跟以前就是这是2个 extreme。那同样的在温度的推估上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图就是右图里面，我们大概在图的最左边，然后往未来一直到世纪末，就是不管哪一个情境，因为 committed warming 在世纪中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我们选的这个 pathway 就 matters a lot。 所以例如说到世纪末的时候呢126这个乐观，就是说大家很认真的去做 mitigation 的这个，它大概一样可以把整个 warming 控制在1度到2度之间。但是如果是585的话，就大概这个 mean 大概在3.4度，但是它整个那个核虚土高也可以高到4度以上。所以就是说一样温度依然还是非常好做统计。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会做一些跟人体或是跟社会比较相关的，所以因为温度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温度对于很多气候学者来讲它是中性的，所以呢它需要另外再做统计的话，事实上就是高温日数因为其实我发现我时间过得很快，所以这边就很快的告诉大家，所以一样36度 C 以上的日数呢会增加，然后也是一样从最乐观然后到比较 miserable 的情境会就是增加的幅度不同，但是同样的就是世纪中各个情境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到世纪末才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从暴雨强度或是不降雨日数，就是干旱或是水灾看起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强降雨变强，然后不降雨的日数也变多，就是各走极端的意思。然后很快的就要进入我很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怎么看 AI 的。其实气象就是说气象气候的这个领域啊，是大概近年来从这个 AI 出现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今年其实有些人甚至会说我们是不是做 AI model 就好，我们其实不用做动力的 prediction 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所谓的 NWP 的意思就是 numerical 的 weather prediction， 因为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事实上是现在世界各国主要的作业单位采用的方式。那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就是需要建构这个你合用的模式，然后去 run 模式，然后可能因为它有那个外边界固定的问题，所以它要 run 非常多的 ensemble， 所以它其实 computationally 它也蛮贵的。那如果说这个7月发表的这一篇应该是用那个盘古，就是华为的这个
华为的这个东西，然后去跟所谓的中期的 global weather forecasting 去比较，他发得出 Nature， 意思也就是说他做得很好。然后更近的这一篇呢，应该是 Google 的这个Grapcast， 它也是把它的结果，然后跟我们一般来说做中期预报做得很好的欧洲的模式去比，然后它各方面的 score 都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一个风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其实用 AI 来做就好了？然后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至少在做这个气候界的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也许也可以从大家这个从不同领域，从做 AI 的人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因为目前呢，这个 AI 它发表它的主力应该就是供这个所谓的中期，就是从8天到10天左右的 forecast， 因为这个尺度的 forecast 是从就是各方面的 decision making 最重要的，不管是在防灾啊，然后到那个社会事件的处理，所以目前大部分他们 trend 的时候，实际上都是 trend 这个 range， 然后主要现在大概就是3巨头，就是 Google 一个，然后华为做了盘股，然后那个NVIDIA 做了那个ForecastNet。那这个我就可以快速的跳过，因为大家其实搞不好比我更清楚。但是呢，左图跟右图呢，分别是在前面的2篇 paper 里面去展示说，盘股跟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rapcast 他们是怎么做这个过程的。但是呢，整体上讲起来，我的理解是，这个AI 模式呢，它大概就是它是 train by 模式资料或是 reanalysis data， 然后呢，一旦 once it was trained， 它就有非常高的 efficiency， 然后跟 accuracy， 然后 with a relatively really low cost computationally。那但是community 里面的想法是怎样？其实这边大概是很多大家这个闲聊，或者是不管是闲聊还是真正很认真的聊，但是我这边的那个 information， 因为事实上我自己不是做 AI 的，大概我希望感谢这3个经常跟我聊天的人，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模式里面，就是说这个 AI 模式里面，我们觉得现在可能的问题还是AI 的 model， 它可以 forecast 的这个 output variable， 目前对做气候的人来讲还是偏少。那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就是 AI model 里面，他们最想要知道的不外乎就是气温跟降水。但是呢，可能降水上现在也还是比较少，气温最多。然后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就是说，例如说还有湿度这些，所以就是说它的输出目标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说 AI 的 model 它 relies on model data 跟 reanalysis data 去做 training， 所以它的这个 dependence 啊，其实就表示说，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AI model 它其实是它的 advance 其实是在这个 data assimilation 的 technology， 或者是model simulation 的 technology。然后所以我们是不知道说有没有可能，如果可以跳过这个，因为他们现在是 train by model or reanalysis， 他们有没有可能跳过这个 gridded data set， 然后直接 train by raw data。 那所以中间要不然我们依然要发展 data assimilation， 或是就是资料同化或是资料模拟，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大家的 concern。 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极端天气的预报，因为如果说它是 trained by known historical data， 那如果说未来的暖化其实是到另外一个 regime 了，就是 beyond historical data can cover， 而且我们做气候的人会相信说 we are in the verge of climate system， 那它在这些 extreme weather event 上，它的forecasting skill 可能会会怎么演变，然后作为 community 我们要怎么去 verify 这个 skill， 因为它依然是很重要的这个decision making 的过程。然后另外就是说，刚刚有点类似像那个降尺度的过程，就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AI technology，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question， 然后 mixed together with our wish list as a climatologist， 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区域尺度的训练跟预报上可以去发展一个新的过程，可能有点类似像就是资料训练的过程，它可以不需要
就是它一旦如果说它可以真的直接读测站资料去做训练的话，那其实中间就是真的就 lightweight 了。然后哇，原来他很不喜欢我用方向键。OK， 然后可能还有的就是说，他目前做的是8到10天的预报尺度，那更长期的时间，他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对长期的理解？因为如果说，照他目前就是我前面我粗浅的理解的话，它事实上就是取 departure， 所以它跟模式一样，它会。如果说我把这个时间无限延长的话，它会得到一个非常比较 diffusive， 然后太 homogeneous 的 climate state。如果把时间稍微拉长之后，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如果说 AI technology 它要如何去 improve 我们对气候的理解？因为在气候模式里面，我可以 drive 气候模式 with a hypothetical scenario。但是 AI 模式，有可能做到这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sensitivity experiment。然后另外一点是，当时我跟彭老师说的，很多做conventionally 的气候学者，事实上对 AI 很抗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气候模式有物理过程，然后他觉得 beauty of science 就是了解 physical processes， 然后他们觉得 AI 是 math， 就AI 就是数学跟统计的过程，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不了解。就像是以前我有个老师，我每次只要做那个 EOF analysis， 他就说，可是你告诉我 first mode 是什么 second mode 是什么，所以他们对于这个physical processes 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reservation。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两个领域之间要如何做这个 reconciliation， 其实就是大家都要理解，就是 behind the scene 是有什么样子的苦工。就是做 AI 的人，他其实如果说他是 trained by model or reanalysis， 那这个部分要如何一起，就是他要如何在 training 的上得到 advancement， 这个也是就是，然后另外就是说呢。做 AI 的大家要怎么教我们 AI 的这个理论，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整个 design 的过程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我这边所谓的这个 crossroad 的 technology exchange， 因为这样就是 brainstorming 的火花。然后另外就是就是我觉得 eventually 我们是要如何一起工作，而不是说AI 有一天 AI 哪一天可以取代这个气候模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经常问的是说你们那个气候模式都是 CPU base， 为什么不改成 GPU 呢？其实是 yes， 但是就是因为前面那个版本的问题，它一旦改了以后，它就真的完全不能比了。但是我觉得就是 community 的 trend 其实是有 recognize 必须要改变成 GPU。但是就是 big shifts turn slow， 所以慢慢来。那后面很快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兴趣想要做的，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 extreme 的那个 forecast 上，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就是我跟其他人做那个 AI 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很想做的是同样的天气状态，有时候锋面来了会下大雨，可是有时候一样的锋面来它不怎么下雨。那在那个气候学者一般认为，就是说它跟它的背景条件有关系。然后所以呢，例如说我有个 project， 我就是希望挑出那些同样锋面来下大雨的不下雨的，但是首先我就必须要在 reanalysis 资料里面把封面挑出来。哇，这个封面就很可怕，我们真的就是叫学生然后拿在电脑上这样点。所以我就一直我的梦想就是有没有哪一天 AI technology 可以告诉我这个就是封面，那就省我很多很多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应用在那个历史气候的研究上，就是用 AI 的 tool 然后帮助我更理解就是已经现有的资料结构。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下面列出来这个很多其实更像统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AI。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台湾的应用上，其实上降尺度非常的重要。可能因为降尺度的这个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可能每一个区域都不同，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 customize for region，
那不同的原因其实是，或者说台湾为什么要自己做降尺度的原因，前面有跟大家讲过那个模式的 resolution 的问题，因为模式的 resolution matters a lot， 特别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就是山很陡，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全世界卖大钱的 climate data， 就是这个 climate service， 他们是一个盈利可以赚大钱的climate service 的机构，然后他们就是用 NASA 的资料去做很多 evaluation， 但是在 NASA 这个资料里面，他们看台湾，其实他们的4季雨量是这样子，所以是 totally unrealistic。可是 TCCIP 在做完降尺度以后，它的解析就很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一些特定的需求，再去做 downscaling，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做 risk assessment。我觉得这个是从气象气候研究上来看，我觉得现在台湾非常非常需要的，其实也没有人做的。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进一步的再用一些人工智慧的方式去做一些我称这个叫做 recipes for the future。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计划是用卫星的辐射，然后再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用辐射量去推太阳能板的energy production。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卡在我知道有多少辐射，然后好像make sense to 就是像太阳能板业者他们的资料，但是如何做 future 的，就是 future solar energy prediction， 因为一旦开始做这个 prediction 以后，事实上你就是 predict for clouds，predict for other conditions， 然后这个我觉得单纯用我的这个 simple minded 其实可能是做不到的。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觉得AI technology 它可能对未来的不管是在整个电网 level， 或者是说 building level 的这种power demand 跟 consumption， 其实可能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 by reducing power usage， 其实我们就是在 reducing emissions。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很快的，还只剩2分钟，希望不会卡到太多。OK， 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再交回给彭老师。